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的弹出屏超流畅。Realme 手机提醒您本期看点：旅行相对论，有一种就是很放松啊，就是慢慢游、慢旅行；有一种是玩特别刺激，哇，这个好看啊！探险，哇，两条旅行线路哪个更好玩？选择探险游的摩托兄弟，别着急，别着急，走，一波，我应该是客人，快！还有别的方式下，把绳子剪了，慢慢下，一博你下慢一点啊。哇！我是第一个体验最高高度的人，评为世界第一框架秋千哦，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关键就是没有3、2、1这件事儿。就杨老师一个人是舒适队的，没关系，到最后他们都会过来的，因为跟我在一起不刺激吗？哇！就这一句话，嚯！在火星上面，他要寻找能源的话，他要有食物。你今天是要吃生的吗？哎呦我的天！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哇！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收看由 Realme 手机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Realme 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前2期我们吃着玩着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相信大家早已经按耐不住要出去浪的节奏了。是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旅行相对论。我们觉得呢，就旅行呢，要么就是玩特别刺激哦，探险，有一种就是很放松啊，就是慢慢游、慢旅行。今天我们台上呢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各自的旅行观念啊！欢迎4位。大家好，我不是陈婷，是杨童书。老师好，欢迎，你好。声音好有磁性的。我第一次来天天向上，是天天向上的粉丝，今天终于来了，有点小紧张。哎呦，您千万别紧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开心心的玩一玩就行了啊！大家好，我叫孙一，我是一家人吃明月亮的扮演者。其实我今天也紧张，因为我从小就是看《天天向上》，然后我今天看到韩哥我就很激动。谢谢，为你们开心，跟偶像同台是不是啊？来看一下，哎，偶像同台，自己的。哎呦，怎么得让自己开心吧？来，您。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以家人之名》里面的唐灿、火山姐、何瑞贤。我也挺紧张的。啊，为什么今天大家都那么紧张呢？我们节目不吃人啊。大家好，我是韩东军，我也是第一次来天天向上，但是我不是很紧张。那是那就好，不是很紧张的我们就让他紧张起来啊。紧张的我们就让他放松起来啊，均衡一下。东军是比较喜欢稍微有一点冒险性质的旅行。对，我恰好前段时间刚骑完这个摩托车去青海绕这个环线。又骑摩托。
你看看摩托兄弟啊。因为一博也骑摩托嘛，也知道就是这个风带给你的这种感受，然后很自由。那你在家里吹电风扇呗，对着。那个电风扇可能这风不够，那我回头我戴一头盔吹电风扇，感受一下，可能差不多。最近也在跟窦骁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窦骁就约我要不要去那个云南去骑摩托，对。哦，云南好地方，骑摩托车，因为他们要绕一圈，然后我现在还在看时间安排，如果时间来得及，我就跟他一起去。一博会不会骑公路，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好朋友骑到自己既定的一个目标去转悠转悠？其实我就放松就好，不想太累。如果骑太远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太累了。就从家里骑到超市，小区一会儿摇啊，没有，就上个山啊什么的。我还是喜欢就是今天去，然后还能回来，在家里睡觉。你看还是练家啊。火山呢？我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喜欢去玩游乐园，有那种刺激的项目。嚯，那你这个可以跟大张伟稍微搭一下。我去那个六旗，把所有那个刺激的项目全都做。小 case 是不是？六旗就是我，那个公园就是我，没有我投资的。那个好的，六旗还挺好玩的，对。了解。依也是比较喜欢带点冒险性质的嘛。对，我特别喜欢射击。就你们在吃鸡游戏里见的枪，我在现实生活中都玩过。哦，那你试过哪些鸡？嗯，不是，游戏机枪。手枪就克。哎，这是你啊？哎，对，这是我。这是你？对。哇，这个狙呀！这突击步枪。哇，很飒呀！酷啊！那个后坐力不是很大吗？非常大，因为女孩又瘦，然后每次打完这个地方全是血印子，轻的都淤在那儿了，得扛。就我希望有一天不要用到它，但真的能用到。我希望如果我冲在前线，至少我这些枪我应该知道怎么使啊。呵，有那种小小的那种英雄感啊。对，那厉害了啊。听说还喜欢潜水，对，喜欢潜水，因为其实这些项目对我来说很解压。哇，你平常得有多大的压力啊？拍戏嘛，就很想出去旅游，很想去玩，释放一下。对，释放自己。你是水肺潜还是自由潜？我水肺，自由潜就一般就拍美照片嘛。我还是想去看大金鱼啊什么的。水肺就是有装备的，就有氧气瓶的。自由潜就是靠自己的肺。对。峰哥是因为平常在小区负责收水费，所以他就知道这些东西。交水费交得多。其实他说的这个打枪啊、什么潜水啊，都经历过了，玩过了，人家时过境迁了，对不对？翻过境。没有，我也是有过他的这种经历，但是后来可能更喜欢体验了，因为平时工作就比较累，再加上有过一些极限体验吧，就是吃过救心丸啊。然后和我的助理躺在那1个多小时没人管，我就看着他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也不行了。然后我们大概扛了1个多小时吧，好像又活回来了。体验过生命的极限啊！后来就不想再体验了。所以说还是希望就是到一些人文意味相对而言足一点的啊，舒舒服服的，好吃好喝好景色的那种。对，比如说藏区这样的地方，你到那里面你就觉得内心很空啊，就很舒服。杨老师想跟谁一块出去旅行？凌霄吧，弥补我剧里面的遗憾。然后其实私底下我们还挺好的哦。看来我们大家啊都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玩的这个旅行达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推荐了4个宝藏旅行地。我们比拼当中获胜的一队可以获得免费去那4个地方的畅玩卡。哦哟！旅行要刺激还是要放松？本期节目根据各自的旅行偏好，将分为刺激游队韩东君、孙一、何瑞贤，慢慢游队杨童书。2队推荐各自的旅游路线，比拼刺激游和慢慢游哪个更好玩。比拼分为2轮，34位旅行博主在开场前进行预投票，2队在推荐过程中为自己的旅行方式打 call， 吸引博主们改票，最终票数增加，更多的队伍获胜。哦，杨老师一个人是舒适队的。
哦，大家都选了刺激队啊。没关系，到最后他们都会过来的，因为跟我在一起不刺激吗？跟我在一起不刺激吗？你是不要我和妹妹了？哎呀，哎呦，就这一句话，嚯，不寒而栗啊！但是实际上我生活中还挺好的，还挺爱笑的。哎，杨老师，你笑一个就是很单纯的，然后很阳光的那种笑。啊，好可怕哦！难怪他们3个人都不选择跟您出去旅游啊。现在我们的博主们可以开始进行预设投票啦！选择探险游的，来按出蓝色啊；选择慢旅行的，选择红色。好，现在选择探险游的有16位，选择慢旅行的稍微多一点，18位。这些博主们呢都是日行2万步，所以他们对旅行的方式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相对论呢，我们会请各位博主来论一论，旅行究竟是要放松还是要折腾？我认为旅行就是要刺激的，我们去看别人没有看过的，去体验别人没有体验过的。如果我选择安逸舒适，我就不会当旅游博主。我们人从非洲大陆跨越冰川来到这里，我们不怕豺狼野兽，那么这一点刺激与心酸又算得了什么呢？然后你们慢慢游的很多线路都是我们刺激游所探险出来的呀。没有我们刺激游的开拓，你们慢慢游哪来的那么多的网红景点打卡？哇，厉害厉害厉害！哇！朋友们，不要浪费每一次旅行，好吗？好，哎，我充满了激昂，太棒了。好，那边有反对的，来，安徽的朋友。好。刚刚这位朋友，我听到你的发言，我就一个表情包，哈。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在讨论旅行，那旅行本质的意义就是放松，对不对？不要把这个旅行弄得像是在军训一样，我是来找虐的吗？我不是啊。而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是不是都是非常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现在最佳的年轻人的旅行方式是什么？就是躺游。我要找一个美美的酒店，一觉睡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化个美美的妆，然后慢悠悠的出去逛逛街，拍拍美美的照片。这样子的话呢，我的旅行中美好的记忆也保留了，我还把这些美好的记忆分享给了我的朋友，收获一波点赞，是不是非常的完美？而且这些追求刺激的博主们，你们的朋友圈真的有好看的照片吗？我觉得你们的表情应该都是面目狰狞的吧？好多人不同意。来这边谁反对他们？或许呢，你确实能拍很多好看的照片，你也可以发很多的朋友圈，但是你朋友圈里的那些人真的喜欢看你的照片吗？你以为你是明星吗，朋友？而且你在各种泳池啊、房间里面去凹造型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放松自己？我跟你说，你那个东西在我这儿就叫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遗愿清单》，里面的2个老爷爷呢，他们得知自己的寿命只有半年的时候，他们去跳伞，他们去爬喜马拉雅，他们去赛车。为什么他们要拖着这样病弱的身体去做这些事？不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折腾少了吗？对，而且我之前的时候，我有去过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你可以在那儿看福尔奈斯火山的喷发，你可以去下海潜水，去追鲸鲨，每一个都值得你这辈子去用来回忆，对吧？而且假设你有一个女朋友，你觉得你是对她说，宝贝儿，你是愿意跟我去印度洋去追鲸鲨吗？还是跟她说，亲爱的，你跟我去马栏山压个马路好不好？你觉得哪一个更浪漫呢？对吧？那还是马栏山压马路。追金鲨不是看姐姐就可以吗？是吧？所以入坑刺激游真的不亏，谢谢。好，接着最后要骗你妹的姐姐。说的都是嘛呀？
说什么呀？对，就真的是，你要想找刺激的话，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宫斗大戏还少吗？你受的刺激还少吗？对吧？我一个正值青壮年的我一个女青年，你给我搞什么愿望清单呢？对，我就旅一个游，我怎么了？这是，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洱海边，我们看着风景的时候，有一个正值壮年的、年轻有为的青年。拍拍我的肩膀，哎，小姐，一个人吗？我需要的是这样，你跑那么快，他想拍你肩膀，他拍得着吗？对不对？是我们旅行就是为了多见见世面，开阔一下视野。你跑那么快，你看得清吗？我们去感受大自然，我们去亲近大自然。你们去干嘛？你们去吃鸡嘛？刺激战场，绝地求生嘛？跟着贝尔去旅游嘛？我们就要慢悠悠，我们要慢悠悠慢生活，我们就要慢旅游。我们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好，现在双方啊，这个立场都特别的坚定啊，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但是说的再好呢，我们不如亲眼瞧瞧。是，听完大家的旅行观点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地的推荐了。我们首先有请第一轮的2组嘉宾。好。穿林海，跨雪原，来我们横道河子，感受俄式东北味儿的慢生活。上天入地，腾云驾雾，来重庆云阳，世界级刺激项目等你来体验。好，欢迎，来等我们体验的，热烈欢迎啊！让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 VCR 来揭晓一下探险游队的极限旅游项目。重庆云阳有一处山水秘境，被誉为长江三峡最后的香格里拉。眼前云卷云舒，脚下层峦起伏，石笋河穿流而过，两岸原声不绝。可是来到这里的人们期待的却绝不是一场悠闲之旅，在这里尖叫才是主色。100米绝壁上的悬崖秋千。送你1秒飞上云霄，云端飞车，玻璃栈道，彩虹廊桥。哇，那这个真的是这种节目里都出现过这个的全面之下，你身上先勇敢的乐园，你敢来吗？来，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谢谢您了。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野设备总院的游乐设备工程师黄宇。什么？你是游乐设备工程师啊？游乐设备还有工程师？崇拜你！偶像。刚才看到的跷跷板过山车还有大秋千都是我们。哦，长这样啊！嚯，就是什么刺激设计？我一直不知道设计那个游乐场的人是什么样的。哇，幸会，您好。我就喜欢这个啊。哎，那里头哪个是您最得意之作呀？当然是我们的云端彩虹秋千了。云端的彩虹秋千，那个太刺激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在那个地方要做这样的游乐设施？这个地方吧，是一个自然风光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呢山多水也多，同时呢它是一个喀斯特的地貌，地势陡峭，悬崖和峭壁都特别的多。我本身站在悬崖上看，已经很这个心惊胆战了。对，再悠你一下。对，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刺激、更加有视觉冲击的一种。您那秋千也是自个儿蹬绳吗？就是自己蹬？是一个电动的。电动的。对。所有的项目您都玩过吗？所有的项目我基本上都玩过。云端彩虹秋千呢，我是第一个体验最高高度的人。哦，它还分几个高度啊？对。这个高度是达到了多少？88米。哦，悠起来，它能悠几个来回？大概是6、7个左右的来回吧。第一个来回就下，就第一个来接。怎么样？刺激游的小姐姐们，这个想体验吗？这算了啊，这个就算了。这个来，这个小怂，
怂少女，我感觉腿都软了，这个好玩的。哎，关键这个是不是什么时候下还不告诉你，对吧？对，没有321，没有提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上去之后就一直悬着，想尖叫都没机会。88米，我想想看，相当于差不多30层楼了。对，将近30层楼的。而且下边是多少米？下边30层楼，这个是下边是好几百米。悬崖下边大概是700米。700米。而且最恐怖的是它前面，对，就是悬崖。Oh my god！ 这个应该现在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应该都是那种人心里想来都来了，那就玩呗，对吧？就是那种又上去又害怕，但是感觉来都来了，那就走吧。对，就玩这种，对，这个挺好的啊。它现在是被评为世界第一框架秋千哦，第一高度啊，哇，酷了！因为我玩过这种类似的，就特别来劲。这个其实也是很厉害的，直接斜下去啊，往下冲。对，这个哇，什么都没有，对，像过山车还过上去。跷跷板过山车是在700米高的悬崖边，700米高的悬崖边，它也是悬挑出来的啊。这个应该还行啊，这个玻璃栈道应该还行。玻璃栈道呢，它也是建在海拔1000米的悬崖边上，它的下面呢也是将近700米的这种悬崖。那你们这个玻璃会不会是 LED 突然间有裂开的那种？在这以前是设计的，有设计啊，对，会有的。这个玻璃栈道是第一个吗？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悬挑式的，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悬挑廊桥。对，这个是挑空的，对。哇，这个地方蹦极加个蹦极，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上讲，它会撞到那个石头上。是的，它是有一个安全距离的。因为它跳出去的同时，它会有反弹，会悠是吧？这还可以攀岩，要不然这个也可以啊。这个连悠出去带蹦极，对，甩出去的时候一根绳歘，这是要吓死谁？其实那个绳子的长度还可以伸长，对，就甩到顶点的时候再把你。哇，这个感觉叫走里，直接掉里边海里开始潜水，要不然是潜400米，做一个弹弓枪，直接把人弹射打到那个，弹到这个山顶。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们这帮设计这种人想这种事儿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么会想，是不是？怎么能让别人最大感官上刺激他哈？是吧？我看过那种弹跳球的，直接就是。这样没反，太形象了，太形象了。然后醒过来，又，他是过来人啊，就是那种他身边的人就这样啊，因为太刺激了，有点太刺激了。看完了以后，据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啊。那怎么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这个设备呢，本身呢是根据他们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能够抵抗10级地震和14级台风，这是设备本身安全哈。对于我们大秋千来说哈，它是有2套独立的安全保护装置，一个飞行服，还有里边还要穿一套安全带，这样的话呢，飞行服多重保护，不行就飞，就是直接打出去，直接我要帮风了点，直接帮风了，断了以后你就飞嘛。飞行的姿势确实像大老师说的一样，像个小飞鼠一样啊，是不是啊？哎，那这个玩之前还要练习一下飞。不会，没有这个机会。幽默，管你怎么幽默，对。哎，那这个有体重要求吗？有，不能超过90公斤，不能超过90公斤。哎呀，峰哥无缘，马上太难受了。峰哥，多加几根绳儿不就行？对，多加几根绳。飞行一个人加大一点，可以一个人去体验，可以不？可以。好，那你们如果以为今天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就错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惊险的设计。现在呢，我们的刘烨和运动吧少年的小伙伴啊，我们的浩川还有心动，已经在大秋千上了。刺激不？叶子，而且他们一直在等他们说话呀，他们一直在这吊着。你们吊了多久了？你们吊了多久了，少女们？不是，帅哥们。韩哥，我感觉我被骗过来了。来打个招呼吧 ，Hello。韩哥好，大家好，我是运动吧少年张心动，你的心动主演哥，耶，把我上天下上了。真的，这次是真的心动了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运动吧少年梁浩川，被节目组关了这么久，我说出来放飞一下自我，
结果我自己被放飞了。好了，既然是这样的，出现这样的感觉，他们一定凭借他们这个嗓音啊，包括状态，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接下来我们最后给你们一次后悔的机会就是我们在棚内要给你们出题目，每答对一道题目，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人从秋千上下来。真的就不用飞还可以下来。当观众，来，我们来答题。好，我们接下来呢要通过几首歌，大家来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有多么的辽阔啊！这个地理知识到了。我们首先来键盘老师，预备备，地理知识开始。喜洋洋喽浪，这啥歌？喜洋洋，喜洋洋，水的浪，别看我，别打我！怎么像是陕西请问这是哪里的民歌？陕北那边的民歌呀？哪里的民歌？我感觉是包着头巾在唱的，陕北民歌。打腰鼓啊！答对了才可以下来一个人。陕北的。陕北吗？重新想一想。对。那肯定不是陕西陕北的那个。韩哥已经给很大的暗示了哈，你再重新想一想。我知道了，知道了。啥呀？知道。重庆。耶！好，答对了，你们3个人选择放下来一个，放谁？我。不，我们已经答应那个丹哥的战队了，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我们的业绩。照顾好业绩啊！我们今天都已经这么远的跑过来了，我们怎么能不让业绩飞起来？就是不放他下去，对不对？不放业绩。要不韩哥，要不这样，先看后面2道题，看能放几个人下来。一共只有2道题。一共只有2道题。因为毕竟要留一个人嘛，不然你们去那干嘛？对，可不就是啊？先答完，然后决定放哪2个。对，好，如果都答对的话，第2首歌。接下来第2题，请放音乐。第2首歌。是花园，是花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收，这是哪个地方的民歌？一般我听到这个歌，我就想起了我幼儿园的名字。你幼儿园的民歌？听听这个音阶方式啊。每个人来，你说。新疆的，对不对？好，恭喜答对了！来决定3个人当中放哪2个下来。来，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考虑哪2个下来。3、2、1，哪2个下来？还是说你们都想挑战？我看样子他们是都想挑战，他们是想玩，他们是想玩，来都来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3个人同时放出去，怎么样？好的，那就我下来吧。感觉这是个这个还是自告奋勇的。原来下来是件勇敢的事儿啊！你看他们就是想。那我就先下来了。好，我给他们转播一下吧。哇，刘毅真的胆子好大，小叶你真的叶子。我就是想重申一下，看那个飞出去以后回来，我是不是就不是我自己了？好，感受一下，对不对？拜拜。一看就是专业外景主持人。我还是不敢。是挑战最高的高度吗？88米哦！哇，这边都已经要吐了，我天！拜拜。哎呀！拜拜！好刺激啊！看着就刺激。好了吗？可以了吗？这么高吗？怎么样？感觉？这已经有几米啦。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跳，我心动的有点快呀。我怎么觉得有点歪呀？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就是过山车要往上的时候是最对，就是一下放下去到到放开了。好了吗？可以了吗？这么高吗？现在多高啊？早呢。而且什么时候放也不一定。开始吗，哥？我又来了。我感觉我现在是一个悬上的箭了呀。多少米了呀？妈妈，对不起。可以了吗？30米就可以了。哇，开始崩溃了，开始崩溃了。哎呦，好高啊！现在是多高了？现在已经感觉一半了吗？现在大概30多米吧。30多米，这么高才30多米。对。这是第几声了？第2声。50米了。不能看了。我们俩这样吧。
就不要动了，不要动了。首先你得慢慢看着自己离80米，看不见人了。哎，这个你们敢玩吗？你们敢玩吗？不行，把腿都软了吧？这个刺激不是我。哪个不得行了，是不是？哦，88米了，88米了，88米到了。喂，我最讨厌这个铃声了。加油啊！1 2 太刺激了 3，关键就是没有3、2、1这件事儿。哇！自由落体，酷！我你看，眼前进睁眼。我感觉我释怀了。就是2个塑料袋儿，塑料袋儿。重生了！我感觉我已经释怀了。张鑫，跟我们的大好先生挥挥手吧。哎呦，很爽！开不开心？开心耶！可以。我调教了这种东西就是坠的那一下特来劲。爽啊！其实他2个人在一起还好一点，他如果一个人其实更无助。这事儿最害怕的就是最开始之前，对，因为你掉下来，哇，一下去反正就下去了。耶！我是一只小鸟，就这么飞，要飞吧。哇！耶！哇，叶子不错。来，给点掌声。这太厉害了！我们也感谢黄宇，让我们了解到这么多刺激背后的故事，而且人家还是第一个在试，就相当不错。我们现场有博主去过这个云阳吗？肯定有玩过的。我是这个秋千的首批挑战者。哦，你本身都是重庆的？对，我重庆的。哇，重庆这儿德行真是有点凶。而且我耍了2次。1次还不够。对，是主动要求的吗？还是被迫？对，我主动要求的，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哎，那我们再连线一下叶子，看他要不要第2次。太坏了啊！太坏了！要求我要第2次。其实这个秋千呢，大家也看到了，它不是坐着荡出去的，它是飞出去的。拉到了88米的高度以后，哈的那个瞬间的失重感其实是非常恐怖的。然后飞出去的时候，那个尖叫我可以形容，可以演示一下那个尖叫是什么样子啊？好啊！中间那段就静音了，因为速度太快了。荡出去的时候，那个视角的风景是独一无二的，700多米的悬崖和那种触手可及的青山绿水，感觉自己变成无人机了啊！很有成就感，就超级有成就感。OK， 好，接下来看完这个项目之后，我们现场人有没有要改票的？真的，慢慢游的变成了自己游了。为什么？我们问一下广西的。为什么？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慢慢游的，但是我很想去挑战一下88米的悬崖飞出去的失重感觉，想体验一次重生。他好像主播呀，就是对重生。我看到刚刚说那个想慢慢游的天津的博主，他变了，怎么着，姐姐，您嘛意思？您是要坐着秋千去追男朋友是吗？大姐，怎么啦？不，这旁边不就是有一个就帅的了吗？壮年小伙，他就是说完了之后，我也想受刺激，我也想受刺激。啊，主要是因为他是不是？因为人。哎呦，发现重庆的小伙是个壮年小伙。哎，壮年这个词儿用得好，2个人一起飞。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美好景色。这得拍这么好看呀！在东北的林海雪原，有着这样一种值得品味的漫游生活。清晨从百年俄罗斯老房中醒来，泡上一杯婆婆丁茶，
窗外漫山的松树如同油画在跟前展开。你可以跟随剿匪英雄杨子荣当年的足迹，去皮家沟村走一走。也可以去溜溜东北虎，跟着大猫们伸懒腰、消消食。你还可以去铁道边聆听火车穿越时光的声音，感受中东铁路当年的繁华。累了，就坐着看看山边的夕阳渐落，听爷爷奶奶们唠唠小镇的青春。这里就是火车拉来的百年小镇横道河子，东北人的文艺慢生活。好的，我们请几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横道河子镇党委副书记高原，我是横道的本地通，在横道吃喝玩乐都可以来找我。大家好，我们2位呢是来自横道河子振兴路100号老鹅房民宿的民宿主人，我是女主人，我叫李胜。我叫宋兴文。那我们那边的就是一定要去看的热门的景点是什么呢？来横道必玩的景点一定是我们的机车库了啊！机车库、目前呢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中东铁路机车库，在2006年呢就被国家评为国家1级文保单位。2018年的时候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之荣誉奖啊！同时，它也登上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拍得特别的漂亮啊！是啊。有人说一条中东铁路就是半部东北史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东铁路？其实中东铁路呢，它对，因为要想复先修路嘛。我们刚才看见那个片子的时候，李胜说：“哎，你看，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景色。”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的骄傲啊。是。现在如果要去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横道河子一年四季它都有不同的美景，但是9月和10月呢，它会有我们黑龙江的特色五花山。就是山上那些树木的颜色，对，有红的，有黄的，树叶还有点绿的啊，这种。对。各种颜色呢夹杂在一起，然后远远的望去，四面环山嘛，横道河子，所以看起来就很美。你看看，峰哥就喜欢五花肉，但是是吧？五花山也喜欢，也喜欢，在五花山上吃着五花肉。哎呀，因为当时俄国人他们在那边建铁路嘛，当然会在那边有一些自己的休闲呐、居住啊这样的一些建筑。那肯定那些建筑也是有带有他们民族的这样的一些风格的，石头的呀、木头的呀，很多。大白楼啊，很高，然后墙会非常厚。我以前住过那样。是老鹅房的特点，房屋举架很高，而且它墙壁特别厚，所以就能造成它冬暖夏凉。到那个地方就忍不住，一波就得拍照了，你说是不是？这么美的地方，那肯定要拍照了，必须要带上 Redmi 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带上 Redmi 去旅行。您和新文兄本身就是当地人吗？不是，我们是哈尔滨人。那就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跑那么老远去到那个横道河子？对呀。早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俩呢是哈尔滨的美食爱好者。我们2个一起呢做了一份哈尔滨美食地图，牛皮纸质的，手绘的。那个我知道。是你们做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但凡到了哈尔滨，好像朋友都会给一个牛皮纸做的。然后呢，大家对它的喜爱呢，就促进了我和我爱人对哈尔滨的饮食历史文化，乃至黑龙江省饮食历史文化这个研究探寻的。对。所以到横道河子那地儿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吃的？
横道河子呢，它有一个1905年，当时俄国人在横道河子建的一个老酒厂。老酒厂。对，我们第一次到横道河子去呢，就是为了找这个老酒厂。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对横道河子小镇呢有一种由衷的喜爱，然后我们每年都去。但是呢，那儿当时它没有民宿，我们两个就产生过那种想法，觉得这个小镇这么静谧，如果能在这儿停留一晚，就是搁这儿干一个民宿不就完了呗？是，直到2年之前，我们才在这个横道河子发现了我们现在民宿的这个，哎，对，就黑色屋顶。黑色屋顶，就是这白房子嘛，对，很漂亮啊。我们当时啊遇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属于闲置15年以上的一个老房子，我们把它经过这个修旧如旧的，确切来说不是一种改造啊，是一种修缮和复原。那是啊，比如说每个房间内呢，我都保持了就100年前那个别切口，对啊。它的房间的窗户有那种非常精美雕刻的窗帘盒子，窗户上呢还有那种天地锁。天地锁就上下的那种。天地锁。哇，这个名儿真浪漫啊！我为了复原当年那个俄罗斯人生活那个面貌啊，还原度非常高的，比如说当年俄侨用的黑漆家具它的拉桌啊，还有包括它上面的这个摆设，就是俄罗斯的茶炊。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栋老房子最与众不同之处呢，就是整个横道河子全镇最大的俄式凉亭。哇！因为当年呢，俄罗斯人呢，每个家庭就是必备的要有一个凉亭，他们在里边喝下午茶呀，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啊来聚餐呐，包括来拉俄罗斯的巴扬啊，所以说它体现了俄罗斯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凉亭，我们听说这里除了这个是一个民宿之外，还是一个家庭式的博物馆。对，因为我是专门收藏中东铁路这个历史遗存系列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铁路，这个是属于复制大画册。我们节目啊，专门到我的民宿啊，拍到了这个原版。中东铁路大画册呢，它是属于一个全景式记录中东铁路修建的全过程，非常珍贵，属于这个国家这个国宝级文物了。全国国内呢，目前据我所知啊，公开的一共有4本。前3本呢都在博物馆，第4本呢是我个人收藏，在你这儿。您瞧瞧，现在作为我的镇宅之宝，就是在我的这个民宿里来展示。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图片。是。这中东铁路有100个站，基本上里面全有，特别的珍贵啊。这张呢就是横道河子。当年的横道河子。对，你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老街。基本上现在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酷。这个是这个是中东铁路的时候高档的火车。就是哇，这是火车里边啊。对，100年前那个火车是很高档的。我觉得也是。当时啊，俄罗斯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乘坐的这种花车，然后到中东铁路沿线的避暑胜地去避暑。横道河子呢，就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对，当时大家称为它为花园城镇。以前的人最不怕浪费时间，他们就是做好多，一辈子做这种太好看了。来，我们看看那边的藏品，看看那边的。那边是什么呀？这个是一个铁路的信号灯，你看，这个应该是20、30年代的。对，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西部歌王王洛宾当时就是横道河子的信号员。然后它是可以转的，可以转。对，它有3种颜色，白色呢就是通行，黄色呢就是慢行，红色呢就是进行。还有这些，这都很珍贵的。烟缸似的感觉像啊，门牌号吗？还是什么意思？这个确实是一个烟缸，你看吧，是个烟缸。这个标志呢，就是中东铁路的一个官方标志。通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还有一个这个牌子，这个门牌了啊？不是，这个是个胸牌。胸牌这么大。当时中东铁路的职工佩戴在这上面。酷缝在衣服上的。对，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啊，这个就晚一些了。皮带扣，腰带扣，
腰带扣，这个是东省铁路时期。所谓的东省铁路时期呢，就是民国时候中东铁路的称呼，就中国人管了嘛，叫东省铁路。各位，我们到这地方啊，不但能够感受到俄罗斯风情，是的，是的。哎呦我，而且可以品尝到百年横道河的山珍美食。来吧，来吧，来吧！哎呦我天，什么叫做震耳欲聋啊？这个啊，这小面包呢？啊，太好了，都是甜的，我就爱吃。我嚼着，嚼着，炸小鱼儿。现在这个台子上所摆设的呢，都是横道盒子，它的本地食材。哦，你看这个是浆果，这个浆果都是当年俄罗斯人他们在这儿种植的。原本咱们黑龙江是没有这个种植品种的。鲜果是6月份的时候吃浆果，然后如果是超过6月份去，会品尝冻果，然后可以尝一尝这个果酱，然后可以吃这个冰激凌上面淋的这个果酱。这个也是当年的俄国人他们留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好好吃啊，这个冰淇淋。是不是鲜奶冰淇淋？对，鲜奶。好浓啊。好吃的。这个就是圆枣子，就是这个。哦，枣子。这个是东北的小猕猴桃。哇，小猕猴桃。对。可以把皮儿吐掉，也可以吃掉。可以不剥皮。可以不剥皮。什么味儿？猕猴桃。猕猴桃甜吗？好甜啊！猕猴桃。哇，这个巨好，吃我吃。酸菜吗？好好吃哦！哇，这什么馅儿的饺子？这个是松茸馅儿的。黑龙江还有松茸吗？对呀，它在中国有3大产区，有西藏，有云南，然后第3大产地就是我们黑龙江。横道河子它有地产的野生松茸。哇，这太好吃了！哇，好棒！饺子没了，饺子。再来一盘。哦，哇，这个好喝。马铃果煮的汁儿，好喝啊，好喝。哇，好好喝。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刚才王涵老师夹的这个鱼叫柳根鱼。在漠河那边也有，很好吃。哎，对，它不是横道河子所独有的，但是横道河子的这个柳根呢，它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就是它是冷水鱼，肉质非常洁白。然后呢，它呢最常活动的地点呢，就是溪流非常湍急的那样的水的部分，所以就是它的肉既细腻，然后呢你吃着还有一点弹性。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都没有调料的，好香啊！是这些食材呢，我们都是发挥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山珍啊，大多数它们都很健康。哎，大家愿意改慢慢游的，只有慢慢游才有马铃果汁、松茸饺子、松茸鲜肉饺子，改了吗？我跟你说啊，光在那边啊，晒着太阳吃这一顿饭，你都觉得幸福。你去玩什么那个蹦极呀？你去什么？要什么刺激？要什么刺激啊？这种美食的刺激还不够吗？改了吗？哦，都改了，一片红，就一片红。哎，那位骗你的大姐啊，你那又改回来了，干嘛呢？你两边倒啊，这是。您刚才不是说改票就能吃吗？好啊。对，这边这小镇里也有那种壮年的小伙子，肯定是啊。现场有没有博主去过那个地方的？来举手试一下。哎，浙江的这位朋友去过。那我想把恒河道子作为我下一站旅行的目的地。横道河子。横道河子。恒河道子。你说啥玩意儿啊？你再去错了地儿还行。横道河子，想把横道河子作为我下一站旅行的目的地。一提到火车旅行，一提到铁路，我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坐火车做出来的博主。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一个人花了16天的时间，从江苏的苏州坐火车去到了法国的巴黎。哦，从苏州啊？就是我觉得去横道河子体验一下火车，然后体验一下俄式风情，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太好了啊！我们来看看刚才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你看这边本来全部都是蓝的，现在全部都是红的，就为了这个吃的啊！
好，我们第一轮挑战呢，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啊，改来改去。这个戏剧的主角呢，就是我们天津的这位大姐啊，天津大姐。改来改去的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第2轮的2组旅行地的推荐嘉宾。穿越西北戈壁冷湖小镇，满足你对火星的所有幻想。来神秘的蜀地深处，做四川乐山的冒险大玩家。欢迎欢迎啊！看到他们的服装，看到他们的造型，看到他们的气势，想改冒险游的，请换灯。哦，换了，有人换了，好像又是一半一半了啊。这也太不坚定了，就看着长相就换了。我跟你说，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完全看颜值。壮年，哎，那位天津的朋友，壮年小伙来了啊！壮年小伙，壮年小伙，您往这边看啊。其实，在乐山还隐藏着一条特别棒的线路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北纬30度。被称为死亡纬度线。我家的兰金斯，我太酷。而正处于这条纬线上的四川乐山，有一片终年被迷雾包裹的森林。有人称它为东方的百慕大，有人说它是恐怖魔沟。挥之不去的神秘阴影，使它成为了无数国内外的探险爱好者心中躁动不安的向往之地。好的，哇，黑竹沟，黑竹沟东方百慕大呀！有一个人他就是以这个探险啊为乐。哦，强哥是中华贝尔啊，生存狂人啊。那您是在哪里触发了您想出去探险的这样一个机会？我其实之前呢，在英国待了6年时间。我之前是出去留学的，英国的大学社团，它里面有很多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那种老师来做教练。之后我就看到了有一则贝爷发布的一个生存挑战。哦，您之前也是去贝尔的训练营啊？对啊，然后我当时就去了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它是被称之为英国最极端天气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在那边生存了整整有7天时间。报名一共有5万人，最终选中的只有10个人，然后最终毕业出来的只有7个人啊！您就是淘汰的那3个人当中的一个，可以这么说。好，那当然开玩笑，我是那剩下的7个人啊。经历过什么样就是很刺激的？当时干嘛了？那7天，每天都跳2次冰河。因为苏格兰的天气大概在平均零下2、3、4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水温的话其实差不多在2度、3度，你每天跳2次，跳完之后它不给你任何寒气往里面走的机会，它让你全程直线的往前冲，继续徒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直到你把你身上的衣服给逼干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生病啊，全身湿透，然后用体温来把衣服烘干。这不能停啊，不能停，完全不能停。对啊，那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这个地方，您觉得怎么样？黑竹沟被称之为中国的百慕大，然后黑竹沟它的风景也非常的极致，而且有5个大谜团。第一个是失踪谜团，就在那个地方。对，经常会有团队进去了，探险家进去了，甚至是有部队进去了，都没有能够出来啊。那里的雾特别的大。你非常容易在里面迷路。我有一次到达了一个地方叫做杜鹃池，然后我看到前面有一大片的雾，我冲他们喊，大叫一声，这个雾就会往后退一步，再叫一声，它又往后退一步，口气那么大。还有呢，是一个叫做彝族的祖籍之谜他们的祖训就是不允许自己的人进入，就当地人都不让进去，他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那个周边。没错没错。进去之前，既然有这么多谜团，会不会还是跟大家有一些交代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黑竹沟啊，它其实80%的区域还没有被完全的开发，
剩下的那20%，它已经有造成了景区。哦，在景区范围之内，当然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如果剩下的那个部分，如果说你想要贸然进去是不合适的，你必须首先要聘请当地专业的向导来带路，这样子才是安全的。我们从来不支持任何说走就走的旅行。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还说走就走的旅行，幼稚！我们认为所有的旅行应该都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做好充分的准备，该躺躺，该吃吃，该喝喝，对，多好。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野外求生的问答环节啊。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啊，包括对于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知识啊。对，关键时刻有可能这些知识就能够救命一命，好不好？现在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这个伟强来给大家出题。好，来。这里有2个盘子，对，里面有3种不同的植物，对，你们觉得哪一种是可以吃的？前锋，你是看过人家的短视频的，这不是应该狗尾巴草，掏鼻子用的？这是害羞草，害羞草还行。啊，我挑个叶子大的呗，挑个叶子大的，绿叶素多一点。好，你看过我视频的对不对？你肯定知道，这个叫做狗尾巴草。对，其实它是我们吃过的小米的祖先。对，它是经过了我们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类慢慢把它驯化出来。你看它里面有一粒一粒的那种，我们就是叫做选种育种，没错，不断的进行杂交。对，所以这个是可以吃的。这个害羞草呢，吃多了的话容易掉头发，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含羞草碱。掉头发？哎，掉头发的应该是蒲公英啊，一吹噗的头的。好，第2题，在你们面前一共有3种饮料，第一种是一个热水啊，第2个是可乐，第3种是 vodka。请问，如果你特别冷的时候，你喝哪一种可以让你快速的恢复体温？3、2。因人而异。他们都说波德嘎，因为我是酒精极度过敏者，所以我不能选择它。所以您的选择是？我想喝热，就是很冷的情况下。想喝热水还行，你关键哪个管用啊？其实可乐兑 vodka 挺好喝的，都能喝啊。那我喜欢热水。热水，好，这是 hot water，vodka。好，哈哈，来，正确答案。我的嘎！正确答案是可乐，那可不嘛。人家怎么会选沃德嘎呢？沃德嘎只是那一下，就那一个 moment 你们就嗨了，但是之后你们就2了，你就走不了了，往前就直接倒那开始撒9分。什么鳄鱼？过来鳄鱼，就是跟人鳄鱼急了。正确答案，各位，可乐。Tell me why？OK。水里面它仅仅只有一点点的温度，它或许能够帮你短暂的升温一下下，但是在这之后，对不起，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能量补给了。但是可乐里面全是糖分，所以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快速的回温。但是 vodka 的话，你可能那一瞬间感觉到了暖和，但是之后其实加速你自己的冷血液循环。对，吃了 vodka 之后呢，它就把那个热量容易散出去啊，所以这个2队都错了啊，2队都放弃了正确答案。选自个儿喜欢的很重要。来，接着下一个啊。第3个盘中这3种东西啊，如果说你在野外的时候，你想要上厕所，但是你又没有纸，你会选择哪一样东西来？拿一根棍儿行吗？当然，在我希瑞啊。好了，各位，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OK， 其实因为苔藓它本身它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对，在以前的苏格兰啊之类的，他们都是拿苔藓，甚至有些女性是当做卫生用品来用的。而且树叶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过敏源啊？是的，因为苔藓呢是一种非常对环境要求极高的植物啊。当体内就是划破的时候，清洁完了以后，整片的苔藓可以用来消炎呐，包扎伤口的，消炎，这是可以的啊。厉害！好像我是看过你的这个，厉害！好，第4题了啊。最后一题啊，在你们面前一共有3种物品啊。如果说你在野外想要保持牙齿的清洁跟健康，你在没有条件的前提下，你会选择哪一种用来刷牙来保持口腔卫生？碳，因为有一种牙膏就是碳牙膏。对啊。峰哥选择的是什么？碳。来，伟强，正确答案是。感觉这个答案太容易了，确实你们的都是正确答案。
木炭在野外生存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作用。比如说我们去洁净水，有的时候木炭把它碾成粉，在自己腹泻的时候，木炭吃些炭是可以止泻。哦，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根本不需要我，只要有你在就可以了。先走了。韩哥是生存达人，没，看书，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快6岁了，我很希望有机会带他到野外去走一走。哦，你看看，所以之前我看很多这方面的累积知识啊。啊，包括抹眼睛，防止太阳的那个晒，好像这个也都还行。没错，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止紫外线的一个作用，涂在眼睛的底下就可以当做一个临时的墨镜。对，涂在你的卧蚕这个位置，可以防止血盲。血盲。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伟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谢谢，学到好多。一博跟东军也认识啊，你们两个好像一起上过冲浪的节目，对不对？对，在三亚。怎么样？玩起来？哦，很好玩，很爽。对，是吧？那除了这个，还玩过什么其他的极限？你们？冲浪、滑雪、摩托、赛车，然后其他的就是体验了吧？就是体验了啊。对，我就摩托车跟滑板。对，他喜欢玩滑板。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啊，叫做洞穴探险。在乐山还有一处户外探险爱好者的天堂——萧陡岩天坑。萧陡岩天坑北侧壁立千仞，近乎垂直，坑底遍布100多个未知洞穴，洞中留存着古人炼制硝石火药的痕迹。来乐山探索未知，即刻启程。极限大龙玉龙啊，专长是洞穴探险。来跟我们说一下，您探险过最厉害的一个洞穴在哪里？萧陡岩里边有一个洞穴，是我知道现在去的里边挺大的，特别复杂。因为我们洞穴里边它分横洞和竖洞，横洞呢就是咱们普通的，咱们都可以去，就走着进去。山洞。对，竖洞呢就需要一些个人技术还有一个专业的装备。挑战非常大，这胆儿要挺大的啊。那萧陡岩天坑为什么那么受大家的喜爱呢？萧陡岩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儿，普通人能去，专业人能去，并且呢，它旁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瀑布，我们可以去那儿拍照片嘛。哇，这个非常漂亮，外星人要来的意思还真是外星哇！这个很厉害，这好像听说是萧号是古代人做火药的地儿。对，它是一个萧洞。萧洞呢，就是古代人去做火药的一个场所。那边洞多吗？多，特别多，差不多180个洞左右。喀斯特地貌嘛，对于我们户外的人就是这样，去一些没人去的地儿。对，像这样就没人，我们就喜欢。厉害了啊！玉龙本身其实自己还是一个蓝天救援队的一个队员啊。那这探洞的时候有没有危险呢？探洞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我有一朋友。真的遇到就是10个人去探洞，里边有这种菌子，然后出来以后过了1个星期，肚子疼，去检查了一次啊，结果呢，肚子里边长了蘑菇，肚子里长了蘑菇，对，然后在医院里边去治疗了1个月，哇，才把那个蘑菇治疗。啥？蘑菇可以钻到肚子里面发育？它是这个蘑菇呢，它是个孢子嘛，就吸到里面去了，这个鼻子里去了。对，因为洞穴里边的细菌变异特别严重，对，还有一些生物嘛，在里边也变异啊。哇，是。大家还要选择刺激油吗？要生命做代价。来，想肚子里面长蘑菇的请举手示意一下。是吧？哎呦，还真有神秘的变异生物，充满了好奇啊！其实它跟深海的一些那种对生物是一样的。对，其实它是变异的。酷，这种动物对，洞穴探险呢，号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那对于进去玩的人，是不是就要求要非常非常高了？对，你首先第一点，你要对岩石要了解它的地形地貌结构这块，这是专业的。对，你要特别懂。第二呢，就是医疗。急救这一块，对。第3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专业的 SRT 单绳技术。SRT， 哇，这个名儿很专业。来，我们赶紧感受一下吧，来吧，听起来就不简单啊。好，现在2位已经准备好了，
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软米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开始。哇，这么简单吗？我这个挂反了，挂反了，我全是反过来的。那他还有别的方式下来吗？单人营救。行吧，一博你确定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休闲游火星小镇。哇，这个有点酷啊！太喜欢这个了。软米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软米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dmi 手机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好，现在2位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穿的这套就是专门的单绳技术的安全带，它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手持上升器。哦，手持上升器。对，然后还有一个胸式上升器，还有一个是叫 Stop 下降器。通过这几个装备，然后我们穿到身上，放到绳子上以后，通过力的转移，然后就可以往上爬。啊？对，然后下降。我给大家试一下啊，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来。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面都有这种爬绳的经历，还得踩上。哎呦喂，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哇，不堪回首。下了呢？怎么下？下就把那个绳子一剪，蹦极直接啊！哦，还要自己带上这根绳儿，哇，这得腹肌特别好啊，背部的这个肌肉群，下来了。哎，怎么下来的？哇，这个还得学学啊！啊，这就拆了？它是2个装置，好像。啊，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走，还有一个中间的。哦，我这么帅气吗？应该 OK。来了啊！这个下你会哈？我会我那一波还是厉害。对，好点啊！不比赛啊，慢慢的，安全第一。对，安全。哎呦！走，别着急，一博，人家是客人啊。来，我检查一下你俩啊，带子收紧。你袋子也得再收一丢，对，好来，好，基本准备没问题了啊，准备，开始。哇，这么简单吗？哇，可以啊。快，慢慢下，一博你下慢一点啊，东军也慢一点啊。这个下来得解开，对不对？对，一定要扣好啊。然后我给你俩检查着啊。一博速度很快啊，开玩笑。他是学东西很快。以前玩过吧？没有，他什么真没学过，他就是什么都会，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好，一博可以下了。对。对，可以。不愧是你呀，可以啊。你慢点啊，你慢点啊。你看这俩姑娘说慢点。
你倒是下来。不是我这个挂反。完了，有可能我们下一期节目录制的时候，这位嘉宾还在上面，我们就每隔一段时间给你扔几个饺子上去。没有别的方式下来，把绳子剪了。把绳子剪，太狠了。是一个组的吗？慢点，慢点。有没有这个出故障的时候呀？有。那怎么办？单人营救。最多的时长一次在上面待了多久呢？我待过5个小时、6个小时吧，就在上一直挂着。东军差不多了，可以打开了，对，好，准备下降，抓住红马。来，不错。我这个扣是反的，全部都是反的，而且自己在上面啊，临危不惧，解决了问题。是扣是个反的，很棒。这个其实真的不容易。对。来，各位，我们感谢2位，让我们看到了乐山的狂野的一面。现在有没有人改票？吉林的改票了，还有谁改票了？澳门的那位改票了，哦，贵州的改票了，都改票了。为什么要改票？来，贵州的。我是改票了，我刚刚本来倒戈到刺激队了，但是刚刚2位老师成功的把我劝退了。我听完他们的分享过后，我觉得他们把有限的生命感觉玩得更有限了，更有限了。厉害，棒！哇，太有限了啊！这个很好，本集最佳啊，太棒了啊！我觉得他们做的可能就是一些不同于常人做的。我们平凡人的话，去乐山这种地方就吃美食、拍拍照就好了。对，好，我们问一下那位吉林的姑娘呢，东北大妞。因为我是一个慢性子的人，所以我的旅行方式都是这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呢，我现在想挑战一下自己，就是人生苦短，干嘛不勇敢一点呢？人生苦短，干嘛不把那个苦字去掉，让它变得更短呢？人生更短啊！好，还有那位特别着急云南的，为什么改票？因为帅。其实通过刚刚他们的体验，让我感觉到了2个字：勇气。不管是刚才的大秋千，还是说现在的探索，都让我感觉站着看的风景千篇一律，动起来的精彩才是万里挑一。好，谢谢。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慢旅行的这一对啊，我们的这个亲子休闲游火星小镇，请看。这座高原小镇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火星营地，我骑车到这儿了。荒凉无垠的戈壁滩，裹挟着飞沙扬砾，风蚀土林群形态万千，让人感觉离开了地球，行走在火星表面。来火星小镇体验火星登陆。西北秘境虚空无际，星空璀璨，亘古如初，冷湖，你可以到达的神秘宇宙。大家好，我叫田才让，我是火星小镇计划发起人。我是高俊岭，火星营地创始人。我是董琛，火星营地的学术顾问。让才兄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就这么像火星呢？首先是因为温差大，我们冷湖温差有将近50度，太阳落山之后以每小时3度的速度下降。第二是降水少，火星没有降水，我们冷湖全年的降雨量也就10几毫米。第三是火星土壤里面含大量的盐类矿物质，冷湖到处都是盐湖，土壤的成分相似。第4点是地貌颜色，柴达木有世界上最大的火星地貌，面积超过2万多平方公里。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想着把这个冷湖打造成火星小镇呢？这个你都不跟我这个火星情报局的局长说一声，跟局长说，你不跟局长汇报一下啊？冷湖因油而生，曾经是中国4大油田之一。随着石油资源的原因，
曾经非常繁华的城市变成了现在的成片的残垣断壁，所以我们说这地方需要转型发展。我们就在研究怎么去转型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是2016年，我们听到国家要在2022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提前了2年，在2020年要发射火星探测器。当时我们就想，我们国家的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以后，一定会引发一些火星热，所以我们当时就探索发起了冷湖火星计划。从它的石油时代到现在的火星时代，这里如果是自驾游，我们大概从哪里发车往这边走会比较快？青海湖或者从哪里？这个冷湖小镇它是在青甘环线上，从冷湖这个小镇出发，沿着火星1号公路可以走到火星营地、水上雅丹，还有美丽的翡翠湖，而且现在被称之为恶魔之眼的艾肯泉，太漂亮了！哇，太漂亮！我正好是特别巧，前2天我去骑摩托青海环线绕了一圈，然后我就是从水上雅丹出发，然后走火星1号公路，我还在那个牌匾那儿拍了一张照，周边都是一览无遗的这种沙漠啊，然后这种戈壁啊，但是很遗憾，因为这地方现在太火了，没法住，没订到，没订到，我只就是骑摩托车到那儿去看一眼，拍一些照片，然后就走了。赶紧拿到畅玩有那卡片，对，走哪儿住哪儿。只要今天赢了，刚才那4个地方加上这个，每个地方2年之内任何时候想去玩，打个电话就 OK。所以田书记为了打造这个火星小镇啊，就请到了老高他们这样的一个团队了啊。一到火星营地呢，就特别震撼，于是呢，我们就打造了国内首家以体验火星生活和火星探索为主题的科普营地。这个太好了，这个非常适合小朋友在那儿去玩啊。是啊，也特别适合对火星充满好奇的人。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您住的那个地方，太空舱，对，就像那个太空舱一样。这是怎么打造的呢？它的外部呢，像一个巨大的空间站降落在火星上。但你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模拟宇航员第一次来到火星上的时候，他们如何去生活，他们如何去工作。有没有那种能飘起来什么那种我们在太空那种感觉？是的，我们呢就以火星探索为主题，打造了一系列的 STEM 课程。比如讲，你来到火星上，你如何发电，如何治水，如何种土豆，如何发射火箭。上那干活去啊！是的，我们就是在火星移民的第一批拓荒者。当然，这些课程呢，都是请的中国的航天科学家啊，比如讲曾在月宫1号生活了105天的董琛博士。哎呦，老师好，这太难了，不容易。我在2014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在我们的月宫1号内进行了一个105天的模拟的这个基地实验。哇，那也够狠的呀，在那个里头。我觉着我们这个营地啊，既有科技啊，对，还有娱乐啊，那是，就是更多的可能打的是科技，所以没有什么娱乐，也有娱乐，也有娱乐。但是好像选拔航天员是特别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对，首先要有酒窝啊。那我可以。对，小嘴窝呀。我们现在选拔航天员，首先要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其次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技能。主持人里面也可以稍微选一选。可以的。那么寂寞，没有我们在上面啊，跟大家插科打诨什么的，对，组织一下大家聊天什么的，主要是心情开朗。对，为了让大家充分了解这些知识啊，我们在火星营地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我们假设要选拔几个人作为首批移民火星的航天员，共同在密闭的环境当中生存。每个人要根据自己抽的职业牌来进行辩论，说明自己为什么必须上火星。来，大家开始抽吧。我这太合适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职业是竖琴演奏家。竖琴演奏家为什么必须要去火星？好，来，竖琴演奏家，请说一下为什么你要去火星？陶冶情操啊！陶冶谁的呢？就大家需要娱乐生活嘛，让你的心情比较愉悦。没事，这心情愉悦是我的事儿啊，我是心理医生啊，我负责这个。生活没有语言可以，但是不能没有音乐。对，对。
来，东君，电影明星，电影明星为什么要上去呢？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你们所有人的职业，当你们每天忙完一天了是吧？回去之后总得有人去扮演你们，来娱乐一下大家吧。哎，心理医生这就要出现了，不是，我可以让你没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演员演过无数个角色，所以在火星上，在这个火星上，如果你需要任何一个职业人手不够，我们都可以去做这个扮演，去扮演啊。我这也说一张顺便，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那当然要需要了。然后呢，每个人心里都有点不高兴的事儿，对不对？然后跟我说都能解开。大张伟，我告诉你，我觉得其实你没抽到这个可惜了。你其实应该是个地产中介。地产中介，我应该去干这种事儿。为什么上火星地产中介？在那卖房子呀？什么意思？下来以后跟他说，哎呦，火星那块地有太好了，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有老接我电话是吧？哎，我这边这个火星3环这边我要考虑一下啊。来，您的。我的是科幻作家，懂很多你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我还能记录下来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来，杨老师，您的职业是天文学家。哎呦，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你就只要把这牌一弄上去，你就上去了呀。天文学家，我觉得我就是一说明书。所有人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危险，包括在火星上遇到了未知的东西，都会来问我呀，否则他们怎么生存呀？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天文学家，你想回地球你都找不着路。对，我知道哪个是地球，要不然你不小心回到月球怎么办？真是，这还是有区别的。看一下王一宝，你的职业是。哎，你这个好像。要不换换呗？你觉得你这有问题是吧？公务员，哎，好，公务员，这位公务员，公务员，你为什么要上去？为什么要去火星？我也不知道。对不起，他是个公务员，我对不起。出差，可以不去。王一博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不去。我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士兵，当过兵的人，保护所有人安全，对啊，真棒！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第一，士兵必须得具备很好的体能，对不对？你是炊事班的吗？啊，对，炊事班的也很重要，极其重要，对不对？给大家做美食吃，那是。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如果有一个战士，就会让大家觉得有安全感，有保障。前锋就是别人的防弹衣，我跟你说。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董成航天员，你要选择哪些可以进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来进入最后的航天员的选拔，也就每一个职业，其实未来都有可能走向火星，走向外太空。在火星上面，他要寻找能源的话，他要有食物。我们来赶紧给大家看一下。有吃的。哎。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的弹出屏超流畅 ，Redmi 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哎呦我的天哪！来，峰哥你干嘛？你是要吃生的吗？哎呦我的天！你一个我一个。冻的。哎，怎么从鼻子里爬出来了？两队最后再为自己来拉票。我想说，探险游等于慢慢游。我觉得探险游更加的全面。努力奋斗是为了什么？刚才他恰恰是在为我说话。时间到。Redmi 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dmi 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dmi 手机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在火星上面，他要寻找能源的话，他要有食物。我们来赶紧给大家看一下。有吃的。哎，冲的。来，峰哥，这是你的食物。你是只鸟啊！哎呦我的天哪！董正，你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土豆电池。土豆呢，是我们航天员或者是未来太空基地一个重要的蔬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同时呢，它还可以发电啊。大家看好像很简单，是不是有些儿戏啊？其实并不是的，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锌铜元电池。锌元素呢，就是芯片，
它会不断的失去电子，形成新的正二，就电子移动形成电流。我听着都困。它是能一直持续有电，还是说越来越瘪？这种小灯泡啊，可以发电1到2天。1到2天，到时候呢，只需要重新再换一个插口，再插一下，又能正常发电。不是1、2天之后的灯泡那个土豆会变成什么样？土豆就变成薯条了。对，它那就干了，干了，瘦了呀。自己要给哦，还是会有这个哦。那我们在火星上面蔬菜是可以种植的吗？是可以，我们可以通过密闭环境来进行这种种植蔬菜，弄些土壤上。那肉呢？吃肉怎么办呢？如果短期，我们可以通过携带式的方式携带一部分我们常见的鸡肉啊、猪肉啊、牛肉这些。但是如果长期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像黄粉虫一样的这种昆虫，作为我们的这种动物蛋白的来源。来，峰哥，你干嘛？你到底要干嘛？你这是要吃生的吗？哎呦我的天，冻的！来呀，来呀，你吃一个我就吃一个，你吃一个我就吃一个。这个对我来说真不算什么，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来，我们是吃熟的吧，是吧？这个呢是我们干煸的，黄粉虫这样干煸之后的，就像炸薯条的味道。干煸的，哇，四季豆。真的是有点像炸薯条。你往这边想，它就会有这个。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你试一下，听话。大哥，你给它活的嘛，就是蛋白质。真的试一下，峰哥，你看大家都在鼓励你。哎，怎么从鼻子里爬出来了？其实这个黄粉虫啊，大家感觉现在是一种食物。其实黄粉虫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吃我们的厨余，但有一些这种秸秆啊，还有这些叶子啊，咱们人类不吃的东西，它都吃。然后它吃完我们不吃的东西，我们再吃它。对。我们吃完的东西都给它吃，它吃了以后我们再吃它，我们还不如把东西吃完呢。而这个黄粉虫啊，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可以吃的。其实黄粉虫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被国际上的航天科学家所认可的，这是我们国家逐渐的把黄粉虫这个食物推广到国际上的，带货成功啊！我觉得我们刚才有很多美丽的景色，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应该去过的人都终生难忘，是吧，老高？是的。有去过吗？特别荣幸啊！我是上周才刚刚从火星回归地球的一员，好羡慕你，那种感觉真的妙极了。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自驾火星1号公路来到我们的火星营地。好，说得好。好嘞，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4位旅行地呢都已经介绍完了。现在34位省市行政区的旅游博主还有时间做自己最后的决定。2队最后再为自己支持的旅行方式来拉票。你是慢慢游的呀？哦，我是慢悠悠的。王一博是这个探险游。好，来拉票。探险游不等于快，你探险游可以用探险的方式走遍全国各地，去体验当下的那份快乐跟这个城市所带给你的感受。所以探险游你既可以用探险的方式去体验刺激的感觉，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慢慢游的这种快乐。我觉得探险游更加的全面。谢谢。我觉得刚才他恰恰是在为我说话。对，Yeah, of course, lady 啊。我刚才说你站这边好了。
因为慢慢游本身它就是什么都会体会的。你想去感受一下荡秋千，那你就荡一下好了。你不可能24小时都荡，如果24小时都荡，那你就爽到底。但是慢慢游就是你荡一下之后，你回来还可以去感受像火星一样没有大气层的那种感受，去看星空。你想看吗？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你想刺激的话，我朝你笑一下就好了嘛。而且我们有了信用卡之后，可以带你一起去玩，对不对啊？你看看，还可以改，还可以改啊！来想一想那个天津大街呢？天津大街。各位3，我想说探险游等于慢慢游。2，努力奋斗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自己慢些。对。1，时间到。慢慢游是16票，探险游18票。哦，好，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祝贺我们的探险游的4位队员，可以获得这4个地方2年的无限畅游卡。好，让我们用 Redmi K30至尊纪念版合影留念吧。感谢4组嘉宾，我们带来4种不同方式，但是同样精彩纷呈的旅行。其实生活的妙处就在探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思考如何去探险；慢慢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思考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积极的迎战生活给我们带来的那一份小小的刺激或者是挑战。所以快慢得度，进退得度才是最精彩的人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有时间旅行也可以选择抽空去看看电影、歌舞来放松一下。我们台筹备的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马上就要在9月27日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部以湘西为背景，反映精准扶贫内容的原创复合型舞台剧，讲述了18洞及扶贫的典型故事，深情讲述精准扶贫，艺术展现湖湘风采，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各位，感谢今天几位到场分享你们的故事，有空咱们一块儿约起来。软米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软米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dmi 手机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K30至尊纪念版120赫兹 AMOLED 弹出屏，超流畅。软米手机提醒您下期看点。王一博的家乡洛阳周边游，黄河之水天上来，到了孟津，感受黄河的震撼，体验小梦里的传说。陈峰的家乡上海周边游的推荐地昆山，昆山位于我们上海的后花园，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有600多年了。学一个坐船，要不我在前面划船，你在后面坐船。哎呀，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动力今天呢找到了爱情。我的家乡北京周边有好去处，曹薇店、国家非遗面塑做点，精美啊，巧手哈。今天呢，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些半成品，各位自己来创意一下。我做花，我做飘带吧，我做手啊。皇上一看你们做出来的曹肥，这4个人都给我拖出去斩喽！曹妃店是中国河豚鱼之乡。哦，起来了！哇，哇，刺起来了，刺像韩哥的胡茬儿。河豚鱼还能刺身呐？河豚鱼是有毒的。三思啊！哎，演员的诞生。我们的美食呀，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非遗。非遗的羊肉汤，非遗的头肉和螺肉。哇，这个好好吃啊，鲜美。赵哥，下周日晚10点，天天向上，跟着天天兄弟的推荐，看他们家乡的周边之美。感谢冠名商 Redmi 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小米商城 APP 搜索"天天向上"，赢888元口令红包，买我的同款手机。我们下期再见，再见。